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莫安基，我是你的小鸡鸡。这期视频我们看和把玩一下暗源1:25天启机甲系列 ST8601盘10常规型作战机型。包装方面，这次壳子非常大，长度为50.5厘米，高度为31.5厘米。正面黑色封条上印有盘神英文和信条的数字。这次包装正面很有意思啊，使用了彩绘的漫画形式，整体的色彩风格呢有点像赛博朋克。打开包装，内核就一目了然了，所有的封件都整整齐的排在内核里。如果不想组装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挂在墙上展示。这边要说一下，内核材质不是海绵，是塑料，对抠件十分不方便。除了内核外，还给了张说明书，说明书上有出问题，在后面组装中会说明。我们先来看骨架部分，骨架基本上都是合金材质，上半身的框架和大臂都是合金，下半身包括大腿、小腿、后脚掌都是全覆盖的合金材质。炸舱部分所用的主体墨绿色外，在封件上有银色的金属分色，在部分的位置呢还给到银的图案，增加细节。顶部的后侧有个小通风盖子，盖子呢是可以打开的，整个炸舱同样也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可以搭载配套的1:25小人。内部只有驾驶椅的部分是给到棕色的皮质纹理灯色，顶部盖子内侧就有块蓝色显示屏，其他部分呢就是原有的橙银色了。可动部分只有驾驶舱的操纵杆有前后的180度翻转。接下来是后脚关注液压杆，为了测试正反的组装，实际测下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如果此处有装反的小伙伴是没有关系的，一样是可以有联动效果。然后呢，把炸装插入骨架，插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直接插到底，先插一半，关上两侧框架后再用力插到底，扣住即可。接着组装腰部两侧装饰，然后用分件在后侧插入固定住。头盔部分是由左右上下4块分件组成。中间眼睛部分是可以转动的，如果要用胶水固定的话，被把这里捏死了。组装完胸甲部分后，上半部分的外甲就算完成了。胸甲底部呢是有油芯卡口，打开后是可以翻开胸甲的。挂部的外甲需要先拔出下半身，外甲一共3块组成。接下来就是手臂和腿部的外甲组装了，因为是合金和 ABS 连接是有误差，这组装时候需要用力，不然呢会自动脱落，也可以用胶水呢直接固定死。腿甲上的装饰铺的也是比较满的，各处都有不同小的图案，并且搭配了外露的合金骨架和部分的银色涂装，变造型感呢十分不错。这边说明书是有错的地方，说明书上 A9 和 A10 的位置和实际内核的板件位置是反的，组装时候呢需要注意。完成整体的外甲后，开始组装身上的配件了。首先是胸甲下方的弹药夹包，腰部两侧不同的小包和下方工兵铲和铁锤，工兵铲和铁锤的卡口不是很紧，也建议直接用胶水粘死。头部两侧是有导弹槽，侧面还带有油芯卡口，后期可以搭配其他配件来组合。导弹槽是有自带的连接固定，因为可以旋转，所以整体是有点松。武器方面给大家把战斗匕首、一把手枪和一把步枪，前两者就有基础的黑灰分色，步枪则在枪身两侧呢是有红色线条装饰。步枪一共给到3块弹药夹，2块已经组在胸前的小包里了，还有1块呢可以组装在枪上。另外，所有的武器都有托架。手枪和匕首可以挂在双腿两侧，而步枪呢可以挂在身体侧面的托架上。身体的另外一侧是有个可打的小箱子，小箱子里可以放一些小零件。然后就替换手型，给到我们对握枪和握持，一对托枪，对开仗的造型手。最后呢就是一个金属机型的编号牌子了。组装完成后，让我们看下整体造型。总体来说，相对战锤系列，4级 IP-25天启系列机甲质量和品控要高很多。又因为是合金骨架的关系，所以整体重量是很不错的。虽然合金和 ABS 连接时因为卡口大小有误差，会插不紧，但不想回合的话，可以用胶水固定。我没有买配套驾驶员，是因为25系列小人组合度远没有机甲来的好。如果玩年战锤系列的小伙伴，不妨可以试试天启系列的机甲。那好了，以上就看我版的所有内容了。喜欢视频的话，请一键3连，对我最大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